Hello， 大家好，今天这一期视频给大家分享外贸人如何使用 ChatGPT 来生成爆款视频内容。相信很多朋友或多或少已经使用过，但是你的 GPT 是不是经常跟你打太极，绕来绕去的，总是说一些正确的废话？那这是为什么呢？那本期的视频将教大家如何更加有效地对 ChatGPT 进行提问，并且完整地演示一次是如何通过 ChatGPT 进行视频内容的策划。在视频的最后将提供一份 ChatGPT 的提问模板。都说提问是一门艺术，首先你得把你想要的内容更加具体化。那怎么样去具体化呢？我们先要了解一下 ChatGPT 的工作原理。简单来讲，它分为预训练还有微调两个阶段。预训练呢，就是我们要给 ChatGPT 足够的信息还有清晰的目标，而微调只需要提出具体的内容要求、输出的要求。举个例子，我现在要做一个 YouTube 的频道，那我不能简单的只是问他，应该怎么样去做，而是要给他足够多的信息。比如说我是做什么产品的，是 B2C 还是 B2B 的，属于什么行业，我想达到什么样的一些目的，这些都是要告诉到 ChatGPT。这个时候他才能给出一些有用的建议。这里给大家分享4个提问的技巧，帮助大家能够更好的进行提问对话，提高回答的准确性还有有效性。第一个技巧，明确限定的范围。对于那些比较广泛的主题，我们可以通过限定范围的方式来让 ChatGPT 更好的理解提问的意图，才能够提供有针对性的回答。比如现在如果要找一些爆款视频的内容的选题，如果没有明确的范围，那只能是一些很常规的一些回答，与我们的企业的匹配度其实并不高。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在提问当中将我们企业的这种属性产品列入到提问当中。比如说我是做美妆的，那我现在可以这样子去给他提问：我想建立一个 YouTube 的频道，目的是为我们的企业去获取潜在的客户。作为美妆行业以 B2B 模式运营的公司，我们的产品包括了美妆刷、眼影盒子，请你提供会产生大量流量的10个主题的列表。通过这样限定范围的方式，那我们就可以得到与我们企业更加匹配的选题的建议。第二个技巧，细化要求。如果 ChatGPT 给出的回答不尽人意，或者说答非所问，那我们就要根据输出的内容，通过提出具体的要求来让回答的内容更加准确。比如说我现在想策划探访美妆工厂的视频脚本，简单的问 GPT 的话，那只会得到一个比较初级的脚本了。做脚本我们还需要像景别、构图、运镜等等的拍摄技巧，把画面构成也做到脚本里面。所以我们在提问的时候还需要将这些要求列入到我们的提问当中，这样我们才能够获得一份完整的视频脚本。第3个技巧，要求解释。如果 ChatGPT 给出的回答不够深入，干货太少，那我们可以筛选出需要重点讲解的某一个知识点，那我们可以要求 GPT 提供关于这个知识点的更多详细的内容。比如关于生产的某一个工艺，那 GPT 可能比较简略的一笔带过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再次进行追问，并且要求它针对这个工艺进行详细的解释，从而得到更多干货的信息。第4个技巧，上下文的引导。在与 ChatGPT 的对话当中提及上下文的信息，可以用来帮助它更好的理解我们问题的背景还有范围。比如我们前面讨论的这个视频的旁白，那现在我还需要根据这份视频的旁白制作一份视频的脚本，那我可以让 GPT 根据上述旁白的内容输出对应的视频脚本。好，以上是这些提问技巧，可以帮助我们从 ChatGPT 的回答当中获得更加准确有用的信息。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实操的案例，如何让 ChatGPT 完整策划出视频的内容。首先我们打开 ChatGPT 来看一看究竟应该怎么样去做。第一步，要给 GPT 去带入一个身份，制定好它的目标，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预训练，看一下 ChatGPT 究竟懂不懂，靠不靠谱。那我们就可以输入这么一段提问。那可以看到 ChatGPT 还是很懂得如何去运营 YouTube，
好，那完成了第一步身份的带入以后，确定了他已经清晰知道我们的目标以后，接下来就可以开始我们视频内容的策划。那内容的策划，首先第一步就是要进行选题。都说选择大于努力，选到一个爆款的选题是能够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流量。那我先让 ChatGPT 给我一些选题的建议，这个时候可以给他这样一段提问。可以看到 ChatGPT 给了我们一些选题的建议，那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挑选。比如说这里的第10个，那这个就很不错的一个选题，是很多采购商喜欢看的一个内容。那我们就以这个选题来进行内容的策划。那有了选题，接下来就要有视频解说的旁白。那我们可以这样子对 ChatGPT 进行一个提问。这里大家要注意的是，一定要列出具体的要求，比如说时长、用词、内容的方向。就像我这里的提问，5分钟左右的内容，要有情绪的用词，以及讲解生产工艺和过程。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回答，可以看到他的回答内容还是不错的，只不过作为一个视频，这些内容它远远不够丰富，他只是给了我一个大致的内容框架。那接下来我就要从这个稿件中去挑选出重要的部分，要求 ChatGPT 进行内容的深化。比如说我这里提出了要求，对鬃毛的选择提供更具体的一个解释。同样的，我们提问的时候也一定要列清楚你的要求跟条件，比如说鬃毛的分类和每个不同分类它的功效是什么，那这些才是有价值的内容。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来，视频内容的干货就丰富了许多，价值也提升了，还能够在 YouTube 上面去获得流量。如果你还想就其他的方面去进行深化，那可以依照上面的这种提问的方式，继续对 ChatGPT 进行一个提问。好，那当完成了所有的视频旁白，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制作视频。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用到 ChatGPT 来进行视频脚本的撰写，给到我们一些画面的建议跟思路。那同样的，我们也需要给它列出清晰的具体的要求，比如说像景别、运镜等等。这样我们才能够得到一份合格的脚本。同时我们这里还要采用一种引用上下文的方法，我们需要将我们上述所提炼出来的视频旁白，因为 ChatGPT 它每次输出的字数是有限制的，所以我们在写脚本的时候可以将上面的视频旁白进行一个分段，然后让它根据每一段旁白去进行对应的脚本制作，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生成的脚本是完整的。完成了视频脚本以后，根据 ChatGPT 给出的内容，我们可以进行审核微调，基本上就可以开始制作我们的视频内容了。是不是很简单？只要掌握了正确的提问技巧，就可以帮助你获得你想要的信息。当然，除了制作视频内容， YouTube 视频还需要视频的标题、详情的介绍、缩略图、关键词的优化等等的运营工作，从而才能够获得更多的流量。这些都是可以通过 ChatGPT 来辅助完成的。大家可以按照今天所学到的技巧，举一反三去进行提问。最后，我也将视频内容策划的完整策划流程整理成了一份详细的 ChatGPT 指定表格。大家需要的话，可以在视频的下方添加我，进行免费的领取。尽管 ChatGPT 它是一个强大的 AI 工具，但是它仍然只是一个工具，完全取代人暂时是不可能的。毕竟它还需要人来进行有效的提问，对吧？但是面对新的事物，我们要敢于拥抱变化，学会如何去使用它。它确确实实能够大大的帮助我们提升工作的效率。可能以往需要几天才能完成的工作，现在1天就能够轻松搞定。好，本期的分享就到这里，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带你了解更多海外社媒营销的实操干货。我们下一期再见。